就先从这个洞里进去吧。我好像听到小鹿惨叫了。3、2、1，脑袋怎么不见了？一人一个小魔术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表演一个烟灰预言术。我要给大家表演的是螺丝弯曲术。那我的就更厉害喽！我要来表演一个人头消失术。那就先来看我的吧。我可以预言到你们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哦。你们俩谁想来测试一下？那就消一吧。你先在这道符上写上你最近的心愿。我知道了，写的这是天书吧？我都没看懂。我这是在问老天爷，我能不能找到女朋友？没问题，我这就来帮你问一下。猫咪露，把它给点着，马上你就能知道答案啦。这张纸化成了一坨灰了。把你的手伸出来，是一点点烟灰盖在你的手上。揭晓答案的时候到啦！烟灰为什么在我手上出现一个爱心啊？说明呀，你马上就能找到真爱啦！怎么样，我的预言术是不是很神奇？那我也测一下。别着急，先来看我的螺丝变弯术。这是我刚从我家三轮车上下下来的螺丝。的确就是一根很普通的螺丝嘛。接下来就请你们瞪大眼睛看好了，我要让它瞬间变弯，变弯吧，变弯吧，快变弯吧！真的变弯了！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弯呀？没想到这么硬的钢也能变弯啊！厉害了！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一个木箱子，还有9把已经磨好的非常锋利的刀。现在我需要一个志愿者献出自己的大脑。那就小鹿吧。我好棒！放心，我们这些都是专业道具，小伙伴们在家里可千万不要模仿哦。首先需要把这个箱子套进小鹿的脑袋里。我看不见了。为了以防小鹿的头逃跑，咱们从后面把箱子给封住，关上。现在小鹿的头被完全密封在这个盒子里了，严严实实，想跑都跑不掉。里面好黑啊，我好害怕。接下来就是这个魔术最惊险的时刻啦！我们要把刀给插进去了。放心，绝对不会伤到你的。就先从这个洞里进去吧。我好像听到小鹿惨叫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再从反面来插一把刀。这边还有3个孔呢，进去吧。下面这把刀也给补进去，再来一把。我感觉我的头好像已经空了。你的头上都已经挨了5把刀了。咱们还有4把呢。我这，再来一把。呀，进去了。小伙伴们，现在就剩最后一把最长的刀了。对不对？我们要不要暂停啊？小鹿会不会挂掉呀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这把刀咱们就从上面给它插进去。先插进去。小伙伴们，现在9把刀啊，咱们都已经全部插进箱子里面了。现在小鹿的脑袋变成什么样子了？我都不敢看了。敢看的小伙伴扣一波1，不敢看的就蒙上你们的眼睛。我要来掀开盖子喽！3、2、1，脑袋怎么不见了？太可怕了吧！小鹿的头呢？怎么办？我的脑袋不见了。咱们把刀全部拔了，说不定你的脑袋就会出来了。先来戴上，刀全部拔掉。哇，这个插得好紧啊！出来吧！连把刀一起拔。上面的最后一把刀拔出来。没想到这些刀上一点血迹都没有哎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小鹿的脑袋有没有还原吧。我的脑袋还在啊！把脑袋取下来，我的脑袋竟然完好无损。怎么样，这个魔术是不是很神奇啊？接下来就到了揭晓谜底的时间啦！先来看我的。其实呀，我是趁小雨不注意的时候，用胶棒笔在他的手上画了一个爱心。你是不是画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呀，胶棒是粘的，所以啊，不能把所有的烟灰都给粘上去，粘上烟灰就现出印记啦。那来看我的揭秘吧。我的魔术也很简单，这根螺丝里暗藏了玄机。这里有个小钉子，只要趁你们不注意把它偷出来，这根螺丝就会变弯了。原来如此，接下来该到我来揭秘了。其实我的魔术箱它也是暗藏机关的哟。这些刀啊根本都不是插在了小鹿的脑袋上，而是斜着穿过去的。那么斜着穿过去呢，就会把中间的2个挡片给顶进去，视觉上看起来就像是小鹿的脑袋消失了一样。其实它的脑袋是藏在挡片后面的哟。怪不得我刚才眼前一片漆黑呢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小伙伴们，你们明白了吗？今天的魔术你们觉得谁的更精彩呢？记得在评论区留言。
水术，我要把杯中的水倒过来，而且还不会流下去。这也太违背物理原理了吧？不信的话，你们可就看好了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准备了一盘蓝色的水，我手中的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杯子了。让我检查一下，涂料材质的，也没啥特别之处嘛。这盆水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你检查一下。是没问题。接下来我要在这个盆里舀一点水，盛好水以后，我要用这张 A4 纸把杯口封住，这样就可以短暂的阻止一下水的流出。但是真正想要它悬空的话，还需要念一段咒语。玛尼玛尼哄，魔法已经生效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它倒置过来，现在我要把纸抽出来了。我去，这水竟然真的悬空了！这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怎么可能啊？神奇吧？接下来就来看我的魔术吧。你先检查一下，这就是一根超普通的绳子哦。确实啊，是一根普通的绳子。接下来啊，我就要让这根绳子由弯变直。我先让它慢慢捋直，然后再默念一句咒语，妈咪妈咪吼，非常的直啊！哇，这也太神奇了！更神奇的还在后面呢，我还可以让它瞬间变弯。我才不信呢！那你们可别眨眼睛哦。这是怎么做到的呀？我都没来得及看清楚。这根绳子也太诡异了吧！它真的会听话呀！接下来就来带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报纸魔术吧。现在给你们来检查一下，这就是一张普普通通的报纸。它能喝水，我才不信呢！不信啊，我现在就让它喝给你们看。刚才小雨用过的蓝色水，现在借我用一下，倒一点在这个高脚杯里。接下来我要把这杯水全部倒进这个报纸里，你们猜猜会发生什么呢？报纸肯定会湿的呀，那你们就看好喽。先把报纸给折好，然后凹出一个小圈口，咱们就从这个圈口里把水给倒进去。哇，这都没漏啊！而且报纸也没湿啊！看见了没啊？杯子里的水都快喝完了，全都倒进去了。这些水已经被消化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把报纸翻转过来看一下，小伙伴们要再一起来见证奇迹喽！一滴水啊，它都没有漏出来。那有本事你再把这些水给吐出来啊！没问题，再让它吐出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你们给我看好了。水都被我给倒回来了！妈呀，你的魔术也太神奇了吧！赶紧来揭秘啊！快点，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做的。其实这份看似简单的报纸是被动了手脚的。刚才给你们看的时候啊，我没有展示它中间的隐藏部分，这里还是有个透明袋子的。我在这个透明袋子里啊，提前装上了这种水变水。众所周知，这种水变水啊，一遇到水就会把水全部给吸收掉，瞬间就变成固体了。所以我刚才倒进去的水全部都被水变水给吸收了。然后即使我把它翻转过来呢，它也不会倒出来。不过这里面的这个袋子啊，它是分层的，只要我捏住了这边袋口，用另外一边来倒，又能把里面封存的水给倒出来了。现在到我来揭秘了。其实我的魔术啊，就是个障眼法。我有个秘密武器，大家没有发现，就是这个透明的小圆片。我把它藏在 A4 纸的背面，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把它盖在杯口，这样里面的水就直接被封住了，即使倒转过来也不会流出来。切，还是来看我的魔术揭秘吧。其实我的这根绳子啊，里面暗藏机关哦。只要把这个绳子翻转一下，它就能变直。但是我再把它翻转回来，它就变弯了。因为中间这里有个机关，就可以让这个绳子随意的变直变弯啦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我们今天的魔术谁的更有意思呢？记得评论区留言哦。把魔法水洒上去。真的消失了。小伙伴们看好了，现在这个硬币在板子上面，妈咪妈咪哄，我穿来带大家看一下。大家请屏住呼吸，我要松手了。我去！一人一个小魔术。今天我要表演的魔术啊，是让这块布上的这个美女的裙子消失。那我表演的可厉害了，我可以让这个杯子斜着立在任何地方。那我这个就更厉害了，我今天要表演的是硬币穿玻璃。别废话了，先来看我的。这个是我从家里厨房随便拿的一个玻璃杯，给你检查一下，它很普通哦。我来看看，的确是个普通的玻璃杯啊。一般情况下，想让它倾斜立住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今天小鹿啊练就了平衡大法，接下来啊我就立给你们看。先把这个杯子平放在桌面上，接下来咱们让它倾斜。这个角度有点不好找啊。今天这个桌子不太平啊，所以啊到底能不能成功呢？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我要松手了。真的立住了，是不是特别的神奇啊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这是怎么立住的呀？我不但能让空杯子给立住，就算是加满了水，我同样也能立住。我才不信呢，除非你是平衡大师。小伙伴们看，这是一杯蓝色的 water， 接下来我要全部倒进这个杯子里面。现在我要来尝试给它立一下，不一定能成功哦。看得我好紧张呀！大家请屏住呼吸，我要松手了。我去，这都能立住啊！这底下确定不是粘了什么东西吗？放心，这可啥都没粘。长这么大，我还第一次见到这种神奇的现象。
嘿嘿，这可是我苦练了很久才练出的平衡术。接下来就让我为大家表演我的硬币穿越术吧。你可以检查一下我的这块板。又是一块普通的玻璃板啊！现在我要让这块硬币从这里穿到底下去。不可能吧？虽然这个板看起来不是很厚，但是你也不可能直线的穿过去啊，除非这里破了一个洞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可是练就了穿墙术。小伙伴们看好了，现在这块硬币在板的上面，接下来我就让它顺穿下去。妈咪妈咪哄，准备好，它就要顺穿下去了。我穿，现在它已经穿过去了，来带大家看一下。怎么做到的呀？怎么真的没有硬币了？这里有裂缝吗？也没有缝啊，板是完好无损的。小伙伴们怎么样？我的顺穿术厉害吧？这也太牛了吧！你们俩的魔术表演完了，现在该到我的了吧？你们相信我能让这块布上的美女动起来吗？怎么可能？它又不是活的。对啊，那你们等一下就看好了，我会让她把自己的裙子给掀起来。不会吧？快别给我看！咱们先把美女平铺在桌子上，这里呢是一杯魔法水。现在呢，我要让她的裙子消失了，把魔法水洒上去。真的消失了！裙子怎么不见了？看见了没有？她的腿露出来啦，好吓人啊！这画里的人该不会真活了吧？可不可以再往上交一点呀？你在想什么呢？小伙伴们，你们就说我的魔术神不神奇啊？赶紧来揭秘吧！那就先从我的开始揭秘吧。大家仔细看哦，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玻璃杯，秘密啊就在它的杯底。看，杯子底下有一个活角，只要把这个缺口对着平面，它就能稳稳当当的立住啦。所以啊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平衡术，全靠这个杯子自己的平衡啊。哦，原来你们都是一个道具啊！还是来看我的揭秘吧。其实啊，我也隐藏了一个道具，你们是不是都以为这块板有问题？问题根本不在这块板上，而是在我这枚大钻戒上。看我把手背过来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这是一块吸铁石，可以用来吸附硬币，所以硬币根本不是穿下去的，而是被我的手吸上来了。我裸走的时候，你们根本没有发现，我在另外的手心里提前准备了一个硬币，这样你们都以为这块硬币是穿下去的。现在你们知道它的诀窍了吧？最后就到我来揭秘啦！我的魔术秘密其实很简单，这块毛巾啊，它本来就不是一块普通的毛巾，只要用热水浇上去，这个红色的裙摆啊，自然就会消失了。因为毛巾上使用的是一个白无颜色的涂料，所以当我浇上热水，这裙摆自然就消失了。所以啊，它根本不是一个魔术，而是因为材料特殊的原因哦。现在小伙伴们明白了吧？